我最近特别怀念小时候吃的那种香辣小鱼干，但市面上卖的这么多年，基本上口感和味道也没什么变化，多少有点吃腻了。所以我买了500斤满籽的多春鱼，我打算用麻辣小鱼干的做法，把这玩意儿做成可以空口吃的小零食。这鱼肚子里全是籽，想想做完就特别好吃，但就是收起来有点麻烦。每条鱼都需要处理干净它的鳃和内脏，而且没有任何工具，只能徒手干。然后要命的是还不能手抖，要是但凡给这苦胆掏破了，那可就全完了。主要我们试了一下，要是这苦胆没掏干净就开始做的话，那这鱼做出来恐怕是要比我们的命还苦啊。这些鱼我们一共收拾了2天，为了吃的时候口感好，我们把鱼尾和鱼鳍也都剪掉了。但是因为它不能开膛，里边其实还是有好多黑膜是没处理到的，所以在去掉内脏之后，我们还需要给它反复头洗，然后再充分的抓拌腌制。这么处理完的鱼基本就没什么腥味了，就甚至晚上我想拿2条去喂猫，我家猫都嫌那鱼没味儿啊！妈，这活干的可真是绝了。然后这些鱼我原本是打算先风干再卤制，但风干的实在太慢了，我就决定都用油炸了。正好这2天天气不错，炸鱼的时候用我新入手的 OPPO Reno 10 Pro 加给大家拍了几张照片。这手机拍照特别绝，尤其是长焦拍人，它的超光影长焦镜头会让主角感更突出。好人像选 Reno 真不是白叫的，而且 OPPO Reno 10系列全系标配长焦镜头。现在到店体验 Reno 10 OPPO 老用户还可以免费贴膜。然后这多春鱼炸完真的巨好吃，尤其是趁热蘸点椒盐，那吃着可真是太香了。关键是还不用吐刺儿，我们这一天连吃带送给邻居，整整干没了1满盆。当时一度给我吃的特别上头，真的要不是家里冰箱没地方呀，我都想连夜再去买500斤，重新开始收拾了。最后把炸好的鱼放到我们提前熬好的卤汤里充分浸泡就可以了。它现在是先麻后辣，还微微带点甜，而且因为猛火炸过，鱼头是酥脆的，鱼肉也特别紧实。最要命的是这个鱼籽真的特别入味，而且越嚼越香。但是后来我发现这小鱼干在家吃总觉得差了点感觉，所以在我苦心思索之后，我们就近买了一般最慢的绿铁皮，然后还带上了10几罐小皮皮。我仨就这么小溜的干悠了一整天，这回感觉就全对了。我甚至觉得这鱼干拿到火车上吃跟在家吃的完全是2种食物，这事儿谁懂啊，家人们。我最近要参加一个好大儿的婚礼，然后受我儿之托，我们要和他一起做出来300份这次婚宴给大家准备的伴手礼。因为考虑到他办的是草坪婚礼，所以这个伴手礼包我们打算做点吃吃喝喝的东西。这第一样东西是垫肚子的蒜香黄油面包片，为了配合婚礼的气氛，我们自己做了好多新型面包，还调了个巨好吃的黄油酱。这烤完了有特别大的黑胡椒香味和蒜香味，然后吃着还特别酥。但是这新型面包做起来太麻烦了，我就掺了一半法棍。就是我跟新郎讲的也很明白，我说如果你想每片都做成新型的话，那基本可以确定你俩的1周年纪念日就是我们哥几个1周岁生日。然后我们要做的第2样东西是喜糖，但是这么热的天吃糖实在太干巴了，我就买了300多斤水果，我打算做点果冻来蘸这个喜糖味。我们的计划是1大带6小，大包装做鲜果果冻，果子都扒皮去核了，冻用的是茉莉花茶做的茶底冻，这冷藏一下吃真的特别清爽。然后小包装呢，我们选了6样水果榨汁儿，都做成了果汁果冻。但是快做完的时候，爹告诉我们临时又加了10桌，也就是说我们一共得做出3000多个果冻，而且只能一个一个做。这是我们做这么多东西以来第一次对数字感受到恐惧，真的，就我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，我他妈感觉天塌了。等做完这些果冻，终于能消停歇会了。正好把前2天在得物买的爱马仕香水打个试试。这香水特别好闻，是那种淡淡的香味，而且现在有活动，这一瓶到手才300多。点评论区置顶链接，打开得物还有机会领1000元优惠券，里边还有好多适合夏天穿的小短袖，才不到100块钱，特别合适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然后第3样东西，我们想做的是最近特别火的杨梅荔枝饮，不过为了喝的时候方便，我们只保留了杨梅果肉，最后做的是杨梅荔枝气泡饮，并且做完就直接冷冻了，等拿到现场的时候正好是化的有点冰碴的状态，喝着特别爽。完了最后一样东西就纯是为了凑双数，新郎让我自行发挥，于是我买了400张刮刮乐回来。
最后把所有东西都给爹审了一下，爹表示非常满意。然后我们就把每一样东西都贴上了喜字和新人的 logo 贴。就这会儿，我们已经完全是靠意念在支撑了。做这些所有东西，我们整整干了7天，每个人睡了不超过30个小时。不过好在最后没耽误什么事儿，所有东西都准时摆到婚礼现场了。看着这么多年的哥们嫁人，心里还是挺感慨的。但是吃完席之后，我就开始发烧，整整病了10天。后来我跟我这爹说，我说你俩可一定得好好过呀。真的，我们为这场婚姻付出的可真是太多了。来了，又来了，全来了。今年是我爷我奶结婚第60年，然后我爸7月份刚过完59岁生日。你要数学好，你好好算算吧。我发现还是老一代人有正事儿啊。哎呦，我今天这菜一个比一个硬，烤了一只鸡，这色儿一上来，我们全家都觉得比我弟还漂亮。酱丽锅牛窝骨，这香味可不是挠一下上来的呀，它是挠的往上上啊。然后炸了一锅茄盒，还捞了一盘猪肉炖粉条。怎么说呢？就我现在觉得这俩菜就是素菜。上午奶奶少不了肘子，今天是拿腐乳炖的，然后用了2个猪蹄下汤，又用了2个猪蹄红烧，咱们一猪4蹄，手足情深，走时候谁也别落下。蒸了几个肉馅比脸皮还厚的肉龙，还颠着几个毛菜。我弟也挺孝顺，做了个条幅，我说没活够就别带了，他说那我给我姥姥炒个菜吧。哎呀，我说你要想劝你妈要2胎，大可不必让全家给你找这个台阶吧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碎龙、葱花、好龙、白稀、红蹄儿、火鸟、桂糕、嘉禾、扒条、腐肘、猪条、酱窝、花蹄儿。我爷今天干个大事，特意揣着身份证去买钻戒去了，说当年不兴这个，现在给我奶补上。这个DR钻戒，男人一生只能定制1枚，代表一生唯一真爱。60年不容易啊！好了，你终于开窍了。我爷是开窍了，我看我奶应该也开胃了。这戒指戴上就不摘下来了，那肘子我看一口也没落下。戴着戒指夹肘子，我说你这是双倍快乐呀。事实证明，我对我奶的实力还是不够了解。冰的，冰的我来一块儿。我寻思老师冰的我不来了呢。月初了，伙食费没有预算了，只能吃点家常菜了。今天，那你可能问了，不是应该月末没有预算吗？是不是月中开支啊？不是，我月末也没有，但一般这事我不往外说。这叫啥呀？这叫对镜亲嘴，自己哄自己。强把火整出这么点肉丝儿，我给它置办成2个菜吧。我跟你说，东北人呐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他夏天躲不过豆角茄子，冬天躲不过白菜土豆。这不是执念，这是宿命啊！对，还有1年4季都躲不开的酸菜。但我跟你说，你别寻思吃个豆角茄子就没面子了。在物流还没那么发达的年代，我曾经给一个广州身价过亿的老板人肉背过去20斤豆角子和年苞米，真的，这事谁撒谎是王不足的。当时我不舍得交超重的托运费，我所有的行李就只有一个塑料袋，里边装着我的身份证、银行卡、充电器和1条裤衩。行了，还是说菜吧。地三鲜颜色重，因为我酱油放的多，因为我弟愿意吃酸口的，脑里酸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大冷面、鱼香肉丝、蒜苔炒肉、酸菜粉、脑血酸地三鲜、干巴的烤羊排，凑合吃吧。明天给我奶奶存钱罐砸了，买点肉去，我忽悠我弟去。